我吃下了被人随手丢弃的不死仙丹，虽然获得无尽寿元，却没能不死不灭。如果受到致命伤害，依旧会死亡。为了在这个修仙世界苟活，我成了一个四海为家的乞丐，一路流浪来到了东海荒岛上，遇到了一群猴子。在东海荒岛叫猴修仙期间，我引雷炼出结金丹，突破金丹期，因突破引发时空涟漪，被神界因果巡查时与天道之眼锁定。我催动神器老白发动时空跳跃，带着猴王孙悟空仓皇逃生，跳进了新地图。我脚下的老白猛地一颤，像个被拔了电源的风扇，扇面一卷，视线骤然一黑，下一瞬，一股撕裂骨髓的疼痛从四肢百骸炸开。我刚骂出一个字，整个人就像被丢进了搅拌机，前后左右上下分不清，全身的骨头被反复拆装，五脏六腑在体内打了个十几个死结，意识一度成了一团糊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股撕裂的暴虐之力忽然一收，我整个人被重重摔在一块坚硬的地面上，砸出一个人形坑。旁边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同样砸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委屈的吼叫。孙悟空翻了3圈，头上的乱毛炸成了鸡窝状，揪着自己的尾巴，眼神茫然地看着四周。师傅，我们这是飞起来还是下地狱了？我喘了2口粗气，先给自己来了1针止痛，再给猴子补了2针镇定，这才慢慢坐起身。四周一片灰蒙蒙，天空像被谁用巨大的刷子涂了一层铅灰色油漆，毫无光泽，只有一些黑色裂缝在高处缓慢游走，仿佛谁在玻璃上划出的划痕。脚下的地面不是土，也不是石，而是一块块悬浮的碎片，大小不一，像被打碎的瓷片漂浮在半空，却又稳如磐石。远处一个半截的山峰孤零零地插在半空中，山腰以下的部分消失不见，只剩裸露的山体断面，仿佛被神刀齐刷刷切掉。再远一点，几条河流倒挂着，自上而下流淌，水却又没有掉下来，而是在半空中静静悬停，凝固成一个个奇怪的水球。这时我眯起眼调动神识，神识一扫，一阵刺痛传来，好似无数细针在意识海里扎了一圈，灵气紊乱，空间破碎，因果线错乱成一团乱麻。检测到断界之地残骸，此处为上古被抹除的小世界碎片聚集处，已脱离天道监控范围。我眼睛一亮，又立刻皱起了眉。脱离天道监控，一边是终于不是监控摄像头之下的街角，一边是这里是被天道抹杀过的垃圾堆。孙悟空蹦蹦跳跳地跑到悬崖边，探头往下看了一眼，被下面无底的灰色雾海吓得尾巴都炸起来，连忙缩回来，死死抱住我的腿。师傅，这地方好瘆人！瘆人就对了，瘆人的地方才不容易有人来。我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心里还是不敢大意。这种被天道抹过盘的小世界残骸，谁知道是不是专门放危险品的仓库？万一哪条没拴好的凶兽从角落里钻出来，一口把我们吞了怎么办？我先是取出一个小铜铃，轻轻一晃，阵法之道，微型警戒阵开启中。一圈透明的光晕以我为中心扩散出去，探测范围逐渐扩大。片刻之后，系统给出反馈：警戒范围内未发现生命体，但发现多处稳定异常点，疑似大道残痕。大道残痕，我心里一动。大道残痕一般只会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出现，比如一位大道层次的存在陨落，又比如整片世界被人一扇子拍碎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腰间的老白，孙悟空突然伸出毛茸茸的手指，指向前方。师傅，你看那儿！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一块悬浮大陆边缘，有一座残破的神殿。神殿只剩半截，断壁残垣，却依旧隐隐透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息。神殿正中央是一块斜斜立着的石碑，足有3人高，碑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，仿佛随时会碎成一地石块。我试着抬腿往石碑那边走，第一步很轻松，第2步脚下一沉，仿佛踩在了泥沼里，第3步整个空间忽然变得粘稠起来，像走进了水里，每一寸空气都在阻拦我的前进。师傅，孙悟空想跟上来，刚迈出一步就被硬生生推了回来，脸平平撞在一堵看不见的墙上，鼻子一歪，痛！他捂着鼻子，委屈巴巴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别乱动。我伸手一挥，一根由灵气凝成的细绳缠到他腰上，把他拴在身边一块碎石上，在这待着，看好家，师傅去前面看看。孙悟空哼哼2声，用力点头，抱住那块石头一动不动。我重新转身，咬牙迈步。随着我一步步靠近，那种阻力也越来越大，周围的空间像是凝固成了琥珀，我就像一只被埋在琥珀里的小虫子，挪动一下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。而在这种压迫感之下，我体内的金丹微微发烫，丹田中那一滴金色真元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牵引，缓缓震颤，直到我站到石碑面前，那种压迫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。我抬头
头看向石碑，石碑上没有字，只有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裂纹。但当我用神识去触碰那裂纹的瞬间，一股苍老浑厚近乎窒息的意志猛地从石碑中涌出，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捂住了我的意识海。那意志似乎愣了一下，仿佛也没想到居然还有活人能摸到这里。片刻之后，一个缓慢低沉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有趣。我浑身汗毛一竖，谁？后生，你是怎么从天道的眼睛里逃出来的？后生，你是怎么从天道的眼睛里逃出来的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看来之前那道金光把岛给抹平，是被这位看见了。我强行镇定下来，斜斜倚在石碑边，尽量用一种吊儿郎当的语气，我就随便一删，没想到把他眼屎删掉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挺冤。石碑一直沉默了片刻，仿佛在消化我这句话里的信息。良久，他发出一声很轻的叹息：果然是扇子。你认识老白？我眉头一跳，老白在我腰间微微颤了一下，扇骨清明，好像有点紧张，又有点兴奋。你们这些持善之人啊，总能给天道添麻烦。等等，你说你们，所以在我之前还有别的持善之人？我竖起一根手指，石碑上的裂纹轻轻一闪，似乎在回忆什么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位比你强得多。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刺耳？他横穿诸天，以善裁因果，以善定生灭，以善为笔，给天道开了一份改进意见书。天道将他的身影刻入最深的演算层，把他的一切行为当作灾难模板。后来，这篇戒狱就是在某次演算失败后被抹去了。这篇戒狱就是在某次演算失败后被抹去了。我眯起眼睛，认真起来。你是这片世界的残余意志。曾经这里也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，有山有水，有人有妖。直到某一天，上头的神拿我们做了个实验，让那位持善之人随意而行，看天道能否校正所有偏差。结果呢？结果天道的确校正了偏差，在我们这个层面，把我这片世界连同所有生灵一起抹了。那意志笑了笑，笑声里全是破碎的自嘲。我沉默。孙悟空远远看着我，挠了挠耳朵，似乎感觉到空气都凝固了。我抬手摸了摸石碑冰凉的表面，所以这里是被你们称为断界之地。我们没机会给自己起名，这是你们上层文明的叫法。断界之地因高维演算失败，被天道与神界共同执行格式化的小世界残骸聚集地。特殊性质脱离现行天道监控，但仍受最底层规则约束。我眼角抽了抽，演算失败4个字就把你们几亿人几亿妖几亿狗打包处理了。演算失败4个字就把你们几亿人几亿妖几亿狗打包处理了。在天道眼里，我们只是几组数据。我忽然想起神界因果长河上的那些光点，对我来说，每一盏被切断的灯背后都有一条生命线，但对那些喝茶的大神来说，那只是一条干扰演算的噪音。我开口询问：那你留下来是为了？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我只能在这堆垃圾里游荡，看着一片片碎片腐朽，偶尔有些东西会掉进来。像你这样，我以为只有天道清洗时漏网的残骸会落入这里，没想到还有一个活着的持善者，活着的。我活着也是他们想抹的那个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做？什么？怎么做？你既然拿着扇子，又被标记为危险因子，逃下去终究会被天道寻到。你是打算像前一位一样挥扇断因果，在诸天之上开辟新的秩序，还是躲在某个角落看风景，任由别人一批批被抹去？他话里没有指责，更多是一种冷静的陈述。我张了张嘴，按照我一贯的狗道原则。更多是一种冷静的陈述。我张了张嘴，按照我一贯的狗道原则，这问题不用想，当然是躲。我本来就是边缘人，既无救世主情怀，也不想当屠戮者。天道爱咋咋地，只要别来踩我脚趾头，谁愿意跟他拼命？可问题是，我脑海里不听话的闪过几张脸：方溪村的老铁匠王小宽，林远村那个傻愣愣的叶凡，昏暗医馆里奄奄一息的柳如烟，冷宫里握着玉佩的徒孙女，还有那个被我从产道里抓出来的小皇子，跪在书屋门口磕头的苏英，咬着牙背完孙子兵法的赵龙，安安静静写的小黑，还有这几年我在荒岛上教着吃果子的桃子猴子们打棍子，猴王孙悟空拉着我的袖子，嚷着要上天庭打闹天宫，他们都像一条条细小的线缠在我身上。按天道的算法，我是一个危险的起点。
那些线末端的人全都是需要清理的变量。我沉默了很久，低声开口：如果我躲起来，天道会放过他们吗？不会，天道的清洗策略从来都是从源头和末端同时下手，只要这些线还连在你身上，他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，除非你自己主动断掉所有因果。怎么断？杀光你曾经接触过的所有人。我脊背一凉。杀光你曾经接触过的所有人。我脊背一凉，脑中闪过叶凡的墓碑，素英跪在书屋前的身影，小黑那双清澈却压抑着杀意的眼睛，还有眼前不远处正抱着石头傻乎乎看着我的孙悟空。然后我的嘴角慢慢勾起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哼，你不愿意。废话，这还用说？那你只有2条路。听，第一条，收起扇子，隐藏修为，不再尝试任何突破，不再碰触任何大道，以一个长寿凡人的姿态，在天道视线边缘勾到宇宙寿命终结。第二条，继续向上走，但你必须找到一条在天道之上或天道之外的路。只有当你不再是这个天道体系内的变量，他才无法用自己的规则抹杀你。也就是说，要么当一只聪明躲猫猫的老鼠，要么当另一个天道。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你没有第3条路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腰间的老白，扇骨冰凉，却在我指尖下微微颤抖。我开口询问，你似乎对扇子很了解。不是扇子本身，而是扇子代表的东西，因果之外之物。而是扇子代表的东西，因果之外之物。天道是因果的总和，而扇子来自更外面。更外面？外面还有什么？你身上不仅有扇子，还有那个东西。那个东西的气味让天道也觉得刺眼。你说的是？我脑海里弹出一个熟悉的界面，长生系统。看着那一串串已经刷到满级甚至超古神级的技能，我忽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这玩意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我抬眼看向石碑，开口询问：你知道这个系统？知道一点。很久以前，我曾在某片高维碎片里感受到类似的波动。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，也不是神界和天道的工具。在我看来，它更像是有人在用你。用我？用你这条线去试探天道，试探因果，试探扇子，试探他们当初没做完的事。你说他们扇子的最初主人们？你以为扇子是天生长在你腰上的吗？我一时无言。长生系统，老白扇子，天道之眼。原来我一直以为的长生福利，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场长期项目的实验样本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那破碎的天空，开口说道：那现在我这个样本已经跑出试验箱了。基本可以这么理解，你在东海结丹引发时空涟漪，被天道完全锁定。他这次下的手比抹掉我这片世界时还重，如果不是你临时用扇子跳走，恐怕连一丝渣都不会剩。我摸了摸刚刚疼得快断掉的骨头，开口说道：那我运气还挺好的。你以为是运气？你身上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个是偶然。他顿了顿，似乎觉得说太多违背某些限制，声音略微模糊了一瞬。我已经说得够多了，但看在你是同类扇子持有者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点额外的东西。石碑上的裂纹忽然快速流动起来，像是有东西在其中游走。下一瞬，一道细小的光点从裂纹中飞出，径直没入我的眉心。我的视野一黑，紧接着一大片破碎的画面涌入我的脑海。那是无比宏大的图景，无数条光带交织成一条河，河水不是水，而是一盏盏闪烁的灯。河水不是水，而是一盏盏闪烁的灯。每一盏灯都是一段被记录下来的经历。我看见天道之眼冷冷俯瞰，看见神界群神在长河上空喝茶下棋，看见其中一位神对着长河里某个不起眼的光点轻轻一划。那一瞬，整片河流泛起涟漪，无数支流片转，山河变色，世界走向完全改变。后来有人不满这种随手改写规则的暴政，挥起一把扇子，一扇下去，因果长河断成两截，神界震动，天道狂怒，数不清的世界被标记为污染源，被高维火焰焚成灰烬。在某个角落，一缕微弱的意志看着自己的世界静静消失，画面一转，变成冷冰冰的符号与数字。实验编号 C-127变量。某小世界的大道意志暴露于持善者行为冲击之下的反应。结论：样本在高压条件下未表现出预期的跃迁性，判定失败。处理方案格式化。
光影渐渐暗去，我的意识重新回到石碑前，额头冷汗淋漓。我开口说道：“这是我这一片世界被当作小白鼠的那段记录。”石碑上的裂纹缓缓平静下来，一直开口说道：“石碑上的裂纹缓缓平静下来，一直开口说道：你身上的系统、扇子、天道的敌意，无非是实验继续，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用了更复杂的条件、更长的时间，而你是这次实验的核心变量之一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看起来尽量轻松一点，开口说道：“所以我现在的选择是继续给他们当白鼠，还是把实验室给砸了？”我无权替你决定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躲不了。要么你主动退出这场博弈，把自己从扇子和系统中剥离出去，回到普通人轨道；要么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不再只是别人下注的筹码。当然，后一条路死得更快。我沉默了很久，忽然笑了笑，开口说道：“你看我像是能忍痛拔掉金手指的人吗？”不像。那不就得了？我这个人一向是这样，能苟就绝不硬刚，但要我自己把自己给淹了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会继续苟，但这次苟的方向不太一样。以前是躲在角落里，祈祷天道看不见我，现在我想办法从他的规则书里翻出漏洞。毕竟做一辈子白鼠，不如哪天顺手换一换实验员。石碑一直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我笑容渐收，认真对他躬了躬身，开口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至少把我从一堆糊涂鬼里拎出来，让我看清了桌子下面的角。我不是说会为这个世界报仇，我没那么伟大，也没那个闲心。但如果哪天我真的走到那一步，我会顺手把这片断界接上。”石碑沉默许久，裂纹深处似乎有一点微弱的光亮了一瞬，又倏然熄灭，一直开口说道：“希望那天你还没死。”那得看天道耐心够不够好，能不能等我这只蜗牛爬到他门口。还有，刚才给你的不只是记忆，还有一小段天道运行日志的碎片，你仔细看看，那里也许有你想要的漏洞。话音落下，石碑上的裂纹突然急剧扩散，像一张被撕开的网，飞快蔓延到整个碑身。清明之声中，石碑猛然炸成一蓬灰色的光尘，瞬间消散在空中。整个断界之地被某种看不见的风一卷，碎片开始缓缓塌陷。系统迅速弹出提示：当前区域断界之地将于1刻钟后彻底崩灭，建议宿主尽快离开。师傅，远处孙悟空惊慌失措地挥舞着棍子，脚下的那块石头已经开始边缘碎裂，碎屑飘散进灰雾深处。我一个纵身，脚下灵光一闪，踏着老白飞到他面前，一把把他拎起来，像拎小鸡一样拎在手里，开口说道：“抱紧了，我们得回去看看那帮家伙被天道折腾成啥样了。”回哪？我刚说了一个字，突然愣了一下。茫茫诸天，无数世界，我当初随手跳的是东海某个角落，这次再乱跳一次，鬼知道能掉哪儿去。我正愁着，系统突然很贴心地弹出一个选项框，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，是否启用时空跳跃，指定向导模式。提示需消耗世界日志碎片。指定向导什么意思？宿主可将部分世界日志碎片用作坐标锚点，通过其残留的信息流跳转至对应世界的时间流或其旁之时间线。本次可选锚点： 1. 叶家皇朝时期大前上京2，天圣女帝统治时期皇城书屋3，东海荒岛附近时间段4。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浮现出来，我怔了一瞬。天圣女帝、书屋、叶家，那都是过去，而且系统说的是时间流或旁支时间线，也就是说，即便回去，也不一定是原来的那条线。我目光掠过这些选项，最终停在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坐标上：叶氏皇朝末期，凡界皇东。末期皇朝终究还是会灭，不管我在冷宫里救了一个小皇子，让他登基当上了千古一帝，后面总有那么一天，容易换人做。这是天道喜欢看的故事。我笑了笑，开口说道：“就这个吧，至少比在东海荒岛上被炸成灰要强。”确认消耗世界日志碎片。1. 启用时空跳跃，指定向导模式。确认，抱稳了，别乱叫。我一把将孙悟空塞进怀里，一手握紧老白。话音未落，老白扇面唰地展开，一片白光从扇骨间涌出，将我和猴子一同包裹。断界之地在视野中迅速远去，碎片一块块掉入看不见的深渊。最后，我看见那片灰雾的边缘有一点极其细微的光一闪而逝，那是刚刚石碑一直留下的东西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再见到它。白光收紧，世界一转，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首先闻到的是一股很熟悉的味道，血腥味，有烟火的味道，灰尘的味道，
混杂着人群尖叫的嘈杂。孙悟空从我怀里探出头，打了个喷嚏，差点被呛得晕过去，开口说道：谁家厨房炸了？我低头看了一眼脚下一片火光冲天的街道，倒塌的房屋，滚滚的黑烟，四处奔跑的人影。远处是一座高大的城墙，城楼上悬挂着叶子龙旗，此刻旗帜被战火卷得烈烈作响。城墙下兵戈交错，喊杀震天。城门打开，一支身披黑甲的军队正疯狂冲进城中，刀光剑影间，血雨飞洒。宿主已抵达叶氏皇朝末期皇都。当前时间点，叶家皇朝正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外敌入侵加天灾同降。天灾！我抬眼，天空乌云翻滚，雷电交织，但那雷不是正经雷，每一道雷光落下，都带着一种极其奇怪的感觉，不是劈向人，而是像穿透身体，劈在某种看不见的线上。那一瞬被雷击中的人并不会立刻死亡，而是呆呆站在原地，眼中的神采瞬间消散，像被抽空了灵魂。片刻之后，这些人缓缓倒下，身体化成灰烬，连一点痕迹都不留。我心里一沉，系统给出一行解释：因果清洗凡界版。天道通过形似天劫的方式抹除被判定为高风险变量传承者的存在。当前主要目标叶氏皇族部分武道宗师起术者。叶氏，原来你对我的徒孙孙也这么上心。我眼角抽了一下，我本来只是来看看，还想找个角落开茶馆，顺便围观叶家皇朝怎么玩。现在这么一看，天道是准备一波收尾，把叶家皇族这条线彻底削干净，让所有跟我沾过边的势力都灭得干干净净。师父，我们是不是又掉进大事件里了？是啊，这次是天道亲自下场，抄我们叶家祖宗的家。说着，我抬手在自己脸上揉了揉，系统提示：伪装之道，满级。皱纹浮现，眼角下垂，鼻梁塌了一点，嘴角压了压。我从一个看起来20来岁的年轻人，变成了一个麻布长衫、背微微有点驼的中年文士。孙悟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叫小孙。记住，我们是从乡下来逃难的，家里田被水淹了，父母死在路上，现在进城找远房亲戚。哦，那你呢，师父？我叫顾长生，毕竟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适合狗。说完，我迈步走向那片火光，朝着城里，朝着叶家那颗快被雷劈断的藤走了过去。火光映在脸上，热浪扑面，城门已经被攻破，黑甲军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往里涌，守军被杀得节节败退，街道两边的民宅要么已经烧着，要么门窗紧闭，偶尔有几个胆大一点的探出头来，很快就被乱箭钉回去。我带着小孙混在慌乱的人群里，顺着人流往城内挤。顾先生，快走，快走！一片嘈杂中，有人焦急地喊着，拉着家里的老小往胡同里钻。与其说这是战乱，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屠城清洗。黑甲军不抢财，不掳人，只杀，尤其是盯着那些衣着稍微体面一点的人下手，特别是穿着锦衣、带着家徽的。这些事，我眼角扫过几具倒地的尸体，衣服上隐约有叶的遍体纹饰，叶氏宗族旁支。他们刚一露头，天空就劈下一道奇怪的雷。随后黑甲军迅速补刀，人间兵配合天棒劫雷，做因果清洗的地面工作。这清洗倒是搞得挺现代化协同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孙悟空紧紧抓着我的衣角，眼睛里全是恐惧，却硬撑着不叫出声。猴子里他算胆子大的了，可这场景远超他的想象。我一手把他护在身前，一边在脑中飞快抽丝剥茧。叶氏皇朝末期，大敌入侵，天劫同降，黑甲军的装饰风格完全不是叶氏的，更多的是一种冷硬的宗门制式，而旗帜上一杆黑旗迎风烈烈，其上绣着一个极其简洁的纹路，一只眼中一条横线，如同被划过。天剑司，天道在人间的执行机构之一，以代天监察为名，实际负责因果清洗的地面执行。天剑司路边一个破旧的茶摊已经被砸烂一半，茶壶倒在地上，热茶流得满地都是。摊主蜷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，嘴里不断念佛。一个天剑司的黑甲队长路过，看也不看，只抽出刀来往桌子底下一挑。刀锋未至，一道灰白的雷光先一步落下，穿过摊主的身体。摊主眼神一空，嘴里的佛号卡在半路，连叫都没叫一声，整个人就像被抹掉了一样散成碎灰。黑甲队长收刀入鞘，脸上看不出喜怒，继续往前走。我在心里对系统说，刚那人什么身份？叶氏皇室册封的宗教顾问，数年前曾与宿主教出的读书会员来有过交集，被天道标记为潜在信息传播变量载体。这天道还真是记仇。黑甲军的推进速度很快，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城门到皇城外的这一段主街就已经完全落入他们掌控，各种支路被封死，只留几条可供逃亡的路线。那还不是逃，而是驱赶，把老百姓赶向指定区域，集中管理，典型的清洗流程。师父，
我们要去哪？当然是去看热闹啊。去那边不是找死吗？放心，你师傅我是能打能装，最会见风使舵的。现在这风这么大，不趁机飘几步，那天风没了，你想飘都没得飘。猴子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我顺势往左侧一条看似普通的巷子拐进去。黑甲军已经在这附近设了卡口，3、4个人拦在巷口，手持长枪，目光冷厉。前面不许走，回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见我衣衫朴素，身旁跟着个瘦小猴子般的孩童，也没多在意，只是挥挥手，想赶我们往人群密集的那头去。几位大人，家中亲戚在前面巷子尽头，老人腿脚不便，小的担心他被战火波及，想去接出来，绝不耽误大人军务，只走一趟，求行个方便。别磨蹭，快滚！按理说，以我现在这副孱弱凡人模样，硬闯肯定要吃刀子，我也没打算硬来。只是我这张嘴，从当年教学生忽悠皇子，到在千机城卖画骗零食，已经练得含金量超高。几位大人，莫学顾长生，自幼读圣贤书，听闻天剑祠乃代天行道之所，心中向往。今日得见大人风采，甚是钦佩。我一边说，一边从怀里摸出几个布包，看似是零钱，实则包了一点我刚练出的微量解雷粉。这是刚才看那怪雷的结构，临时推演出的一个小东西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干扰因果定位，免得我们俩被误批。少废话，赶紧！话说到一半，他手腕微微一紧，布包已经被我很自然地塞到了他的手里。那种多年修出来的乞丐式地东西技巧，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，轻巧自然，让人难以察觉拒绝。黑甲队长的手指下意识一扣，布包的触感告诉他里面有硬硬的东西。他眼角闪过一丝异色，手上的力道不自觉地缓了缓。莫学有一事不明，听说天剑司是代天行道，那天劫落下，哪一条是天命，哪一条是人心？几位大人又如何分得清？这一句不带任何挑衅，也不明显恭维，只是一个读书人的好奇。黑甲队长眉头一皱，下意识地看向天空中翻滚的乌云。我们是奉旨而行，天旨还是人旨？叶氏皇朝是天命注定，还是人心所归？你们今日屠城，是为天道清洗，还是为上面的那些人清路？一句比一句轻，却句句往他心底最不敢碰的地方戳。他脸色一瞬间变得很难看，旁边一个黑甲士兵急了：队长，别听他胡说！话音未落，咔嚓，半空一道灰白色雷光已经蓄势成型，正对着我们这条巷子顶部的空间。我眼角余光瞥见了雷光里的细微因果线索，那一瞬，世界仿佛变慢。来了。书知道，浩然一笔。我心里一动，指尖轻轻抖了一下，我从袖中抽出早就准备好的竹简碎片，指尖蘸了一点唾液，在竹简上迅速写了一个字“遮”，一笔写完，墨迹未干，竹简上那个“遮”字倏然亮起金光。一笔写完，墨迹未干，竹简上那个“遮”字倏然亮起金光，从纸面上拔地而起，化成一个虚无缥缈的金色字形，迎着雷光撞上去。砰！雷光与金字相触，仿佛碰到了一团棉花。原本笔直劈下的雷线在那一刻微微偏转，像是被什么遮了一下眼睛。我刚才塞给黑甲队长的3个布包，已经被他本能地塞进怀里。解雷粉开始悄然释放。这条巷子在雷光的视角里，因果线条一阵扭曲，暂时从重点清洗区域变成非必要区域。雷光劈偏了半尺，落在另一条街上。那一瞬，远处传来一阵惨叫，又迅速归于寂静。黑甲队长回过神来，冷汗直冒。他抬手摸了摸刚才雷光经过的那一处空中，指尖有一点麻。他猛地转头看向我。莫学只是略懂一点字里行间的遮蔽之术，也不是什么大本事，只是读书读多了，知道有些字可以挡风遮雨。你们为天行道，莫学为人遮一遮风雨，不算违背天意吧？黑甲队长的喉结滚动一下，他看着那条街上被劈成灰烬的几具尸体，又看了看自己怀里还热乎的布包，眼里闪过一丝复杂。你只有半刻钟，多1分钟，我也保不住你，滚吧！下一刻，他脸上又恢复了冷硬，抬手一挥，冲着我们后面的人群大喝：进行！抬手一挥，冲着我们后面的人群大喝：进行！全部往东市集结，不得乱跑！我冲他抱了抱拳，拉着小孙钻入巷子深处。孙悟空憋了半天，总算忍不住悄声问：师傅，你刚才那样说，不怕那个人一刀砍了你？不怕，我刚才不是在问他，是在帮他给自己找个理由。人都是要活在自认为正确的理由里的，给他一个能自洽的说法，他就能闭着眼睛放你一马。那你在竹片上写了什么？怎么能挡雷？就一个字，遮。天地有大正气，文字有小遮掩，雷是顺着因果来的。你在字里行间给他打个马赛克，他一时半会儿就看不清该砸谁。什么是马赛克？就是你以后知道了。我懒得跟一只猴解释现代文明瑰宝。巷子深处还算安静，偶尔有几家人惊惶地往外探头，见我们只是普通人打扮，也没太多戒备。我一路往皇城方向绕。夜市皇宫所在的位置，按理说是整个因果清洗的中心。天道
道这波肯定是要从龙羽下手，把这一脉的黄泉变量连根拔除。叶家这一支的因果起点之一是我当年冷宫里那一阵，那一本3位书屋讲义，还有那个被我爆出来的小皇子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一支的后叶，还有那个被我爆出来的小皇子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一支的后叶已经不知分了多少枝条。天道这次动手是准备一锅端，我得去看看那棵树到底还能不能就点枝叶下来当插条，插到别处继续活。巷子7拐8绕，终于出了这片民居区。远远已经看见皇城高高的宫墙，宫墙之上雷光翻滚，一圈巨大的阵法光幕照在皇城外围，那是叶家皇宫数百年来累积的护国大阵。只是这大阵此刻被那灰白雷电不断灼烧，阵纹时隐时现，明显支撑不住了。皇城外，黑甲军已经将周围堵得水泄不通，不过他们并没有像对待民居那样直接冲杀上去，而是在外围驻扎，静静等待。等待什么？等待天道清洗完内部的变量，他们再进去收拾残局。我在一棵大树后面停下脚步，眯着眼仔细看着那护国大阵。阵法之中隐隐有几道熟悉的纹路，那是我当年设计给小皇子用来给冷宫做防护的小阵势的变种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那套小玩具被人拿去完善复制，最后变成了叶家皇朝的护国大阵基础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大阵也算是我的后代作品。师傅，那我们怎么进去？孙悟空扒着树干往外看。师傅，那我们怎么进去？孙悟空扒着树干往外看，眼睛里好奇与紧张并存。走正门肯定不行，走狗洞。我神识往地下扫了一圈，又扫向天上，继续说道：狗洞也没了，护国大阵把天上地下都封死，唯一的缝隙只有走高压线。高压什么？就是给人电几下的那条路，正好我有防雷设备。师傅，我不想被电。放心，这是我刚刚推演出来的避雷符，猴子专用版，只要你不乱伸尾巴，就不会劈你。我从怀里摸出一块早就练成的小符板，拍在他的脑门上。孙悟空狐疑地摸摸额头上的符板，勉强点了点头，开口问道：那你呢，师傅？我有伞。说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脚一踏地面，嗡，脚下的地砖微微一抖，一道细小的符文在地底扩散开来。那是我临时画下的逆向借道阵，将护国大阵的部分雷力借下来当作引子。天空中正翻滚的灰白雷杖忽然一缩，好几道雷光汇聚成一股，集中到皇城某个阵眼处。那是叶家设计用来回收天雷之力养阵的节点，而我刚才那一脚就是把这个节点的路径稍微动了一动，从原本直达宫殿中央，改为在上空绕了一小圈。我一手抓着孙悟空，一手握紧老白，脚尖一点。我一手抓着孙悟空，一手握紧老白，脚尖一点，整个人像一根被射出去的箭，从地面飞起来。雷光在我们头顶炸开，银蛇狂舞。在别人眼里，我们不过是乱流中的一粒灰，但在我的眼里，那些雷自己而是清清楚楚的一条条线路。引雷阵势，微调空间之道，局部切换书之道，遮蔽阵法之道，踏阵。4种技能在刹那间同时发动，我的身体在半空中不断微调，就像在无形的网中穿梭。孙悟空被我夹在胳膊下，告得死紧，眼睛都不敢睁。他嘴里刚想叫，被我用手指点了一下哑穴，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声。雷光擦着头皮掠过，带来阵阵焦糊味。其次，若是我稍微分神，已经被劈得连灰都不剩。好在我这些年跟雷打交道太多，当炉灶用惯了，敏感度很高。师傅，我们不会死在半道吧？猴子的声音在我心里响起，我这才想起他已经练出了一点点妖力，可以用神识交流。我心里回他：不会，今天死的是那些已经被天道写进死亡清单的人，我们不在那条名单上，或者哪怕在，也可以自己拿笔划掉。话音落下，我脚下一轻，便穿过了护国大阵的最后一层雷网，落在了皇宫一座偏殿的屋顶上。屋内传来的哭喊声此起彼伏，皇宫此刻已经是一锅沸水。天子躲在内殿，王公大臣在外厅乱成一团，雷光时不时穿透宫顶，劈死1-2个重点对象。我神识一扫，在某个方向捕捉到一缕熟悉的气息，那气息竟然带着一点当年冷宫中我屠孙女的血脉味道。我揪着猴子往另一个方向跳下去，绕过几堵墙，避开几波宫中侍卫和天监司探子的视线，最终落在一处看似不起眼的小院顶上。小院门口挂着一块不起眼的木牌，素德堂。这地方我很熟，当年冷宫就在不远处。我从房顶悄无声息地滑到窗下，往里一看，室内一群人围着一个年轻男子半跪半站，哭声连连。年轻男子身披龙袍，面色苍白，额头青筋暴起，眼中透出前所未有的恨意。他看起来不过30许人，眉眼间隐约有一点当年那个小皇子的影子。而在他身后，一个年迈的太监跪在地上，满头白发，手里紧紧握着一块已经磨损的看不出纹路的玉佩。我瞳孔轻轻一缩，那玉佩，我当年给屠孙女留下的那块。皇上，南门已破，黑甲军冲进来了，
护国大阵也支撑不住。天雷不分敌我，连我叶氏的血脉都不放过，都给我闭嘴！年轻皇帝猛地站起身来，一脚把那大臣踹翻在地，眼睛血红，指着天花板上的雷光，咬牙切齿：你们以为我不知道？天是要亡我叶家，天要亡我叶家，我偏要与天为敌！转身一把扯过旁边侍从捧着的一柄剑，那是一柄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铁剑，但剑身上烙着一个极其细微的气纹，那气纹让我这位超古神级炼器师一眼就认出来，那是我当年随手刻在叶凡那把练手剑上的纹路的变体。叶凡后人还是把我那一套玩过一遍。皇帝抓着剑仰头，对着屋顶怒吼：天道何在？雷声轰鸣，仿佛回应他的咆哮。他仰头一笑，笑中全是决绝，开口说道：若天道真有眼，今日就劈死我；若天道无眼，那我叶某便做这天地间第一个问天之人。屋里的人都吓傻了，这等话已经不是大逆不道，而是直接申请被从因果长河上抹掉。这等话已经不是大逆不道，而是直接申请被从因果长河上抹掉。天上的翻滚的灰白雷云，仿佛也因为他这一嗓子而微微一顿。下一瞬，一道比之前粗大数倍的雷柱从云层里轰然落下，直指这间素德堂的屋顶。我在窗外骂了一句：真来！师傅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心里快速转了一圈，按理说这一节是叶家黄脉的终点，天道清洗方案里写的清清楚楚，从根砍起。我若出手，等于是正面跟天道的清洗程序对着干。但如果不出手，这一脉是从当年冷宫那间破屋里开始的。那时候我看着徒孙女怀里的孩子，心软了一丝。现在在亲眼看着这条线被雷劈断，心里有点过不去。算了，反正已经在实验名单上多加了 N 个警示标签，再多一条也不多。我一抬手，老白嗡的一声飞起，扇面在空中骤然张开。如果说之前用书知道写一个遮字只能做点小范围遮掩，那这一次我打算用老白给天道的因果脚本来一次断电重启。孙悟空，等会儿我要扇一下，这一扇下去会有很大动静，你抱紧我，千万不要乱看乱听。为什么？怕你道心崩了。猴子打了个冷战，乖乖伸手，把自己尾巴缠在我腰上，双手抱住我。猴子打了个冷战，乖乖伸手，把自己尾巴缠在我腰上，双手抱住我。我吸了口气。老白扇骨微微震动，扇面上的山川河流的虚影缓缓浮现，与几百年前我刚练成它时不同。此刻的老白扇面上多了一丝极其细微的灰色裂纹，那是之前在断界之地被世界意志触碰后的变化。那裂纹里隐约有光流动。老白，本命神器权限：风之道高，空间之道高，因果之道初窥，是否释放局部因果切割？低配版。低配版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安全。开。确认范围：1，素德堂及其内部因果线；2，皇城护国大阵部分节点；3。系统试图让我精确标记范围，以避免对整个世界造成大面积影响。我眼睛一眯，开口说道：1和2一起，局部断因果断掉的是这一个雷的指向因果，不是整个叶家气运。至于以后你有本事一道一道雷挨个试试。确认释放。确认。我握紧扇柄，手臂一震，这一扇挥出，扇面上山川河流的虚影微微扭曲，一条暗淡的灰线从扇骨中激射而出，肉眼不可见。一条暗淡的灰线从扇骨中激射而出，肉眼不可见，只在因果层面留下一道淡淡划痕。那道划痕恰好划在从雷云到素德堂屋顶的那根因果导线上。咔嚓，雷柱已经轰劈而下，半途之中忽然像撞上了一层无形的薄膜，那膜不是挡，而是切。雷光奔流而下的那条目的因果被突然截断，原本标记素德堂的那个终点在微观层面瞬间消失。天道的程序一时间找不到落点，雷柱像是失去了目标，在半空中乱窜了一圈，最终偏移了半个角度，轰然砸在皇宫另一侧的一座空院子里。那座空院瞬间化为齑粉，连院里那棵老槐树都炸成了黑色的木炭碎片。素德堂屋顶上瓦片被震得哗啦啦响，却终究没有被直接贯穿。屋内众人全都愣住了。年轻皇帝握着剑，原本已经闭上眼，等待雷击降下。等了一息两息，两息三息，预想中的天雷并没落在头上。我还在，头发还在。他僵硬地睁开眼，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呆呆地抬头，看见屋顶上哗啦啦落下几片瓦片，天花板上裂开了一道缝，雷声还在继续，却已经远离了这间堂。那一刻，他眼中涌出一种复杂的情绪。如果说刚刚举剑问天是破罐子破摔，这一刻他心底那口罐子边缘竟然被人悄悄按了一下。这一刻，他心底那口罐子边缘竟然被人悄悄按了一下，让他没有彻底碎。天不是要亡我，还是……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猛地回头看向跪在地上的那位老太监，开口问道：福公公，你刚才念的是那位无名先生留下的护身咒？回
回皇上，奴才只是念了一句，当年太上皇讲起的那位先生的3位书屋文章，说天道如书，人心如字，要遮风避雨，须先自识字。奴才就只会念这一句，刚才奴才怕死，就多念了几遍。皇帝盯着那块玉佩，那玉佩上原本已经模糊的刻痕，忽然在雷光映照下闪过一丝极淡的光辉，那是我当年刻在上面的几个小字：顾某赠徒孙女。这几个字在大多数人眼里已经看不清，只剩几个浅痕，可在因果层面，这一串字与我本人仍有一丝细小的联系。刚才那一扇，我在切断雷的因果导线时，也顺手沿着这条微弱的线，给这间素德堂套了个忽略标记。原来如此，我在屋顶上轻轻嗯了一声。天道清洗，毕竟是程序，不是人。程序再怎么强，只要你给他写一点点 if 和 else。不是人，程序再怎么强，只要你给他写一点点 if 和 else， 他就得乖乖按照你写的走。师傅，天会不会生气？肯定，这次只是局部断线，最多被他记一笔非法干扰。以后他有机会，肯定要加倍找我麻烦。不过，我本来就已经在他的永久黑名单上，多这一笔少这一笔，有区别吗？孙悟空想了想，自觉有道理，放心了一点。我收起老白，轻轻从屋顶跳下，落在一处阴影里。刚才那一扇不只是救了屋内这些人一命，还顺势在皇宫上打了一道小小的裂口。护国大阵的部分节点被我切断因果，天道那一波清洗雷暂时无法精准打入，这给了皇宫内部一点点喘息的机会。我轻轻推开素德堂另一侧的偏门，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。屋里的人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中，暂时没注意到多了一个人影。那咳嗽声不大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，压过了所有的哭喊，直钻每个人的耳朵里。皇帝一愣，猛地回头，视线落在门口那个灰袍中年文士身上。我背着手站在门槛上，像个被风雨吹进来的落魄先生，开口说道：乱世之中，能连着喊问天2声的皇帝不多见。顾长生见过陛下。素德堂内一时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声音。顾长生见过陛下。素德堂内一时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声音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皇帝最先反应过来，他的手握在剑柄上，眼神警惕而复杂，开口问道：你是谁？朕不记得召见过你。若是杀朕，很简单，何必多一句废话？杀你？我一把年纪，跑这么远来砍一刀就走，那多亏我这人一向讲究投入产出比。屋里一些侍从忍不住想笑，又立刻被这荒诞感压了下去。皇帝盯着我看了片刻，忽然目光一闪，落在我腰间半露出的那块玉佩上。那是我进门之前故意露出一点的。那玉佩的形制和他身边老太监手里那块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颜色略深。皇帝脱口而出：这块玉你从哪儿来的？这玉佩，多年之前，有一位被关在冷宫里的贵人，给了一个路过的无名郎中一块玉。他说，若有后人蒙难，看到这块玉，可以认一认亲。你认得这块玉吗？我看向老太监，老太监眼眶瞬间就红了，爬着膝盖一步一步挪到我面前，颤抖着双手接过玉佩。那玉佩在他手中微微发光，仿佛认主一般。皇上，奴才当年伺候先太上皇时，曾见过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。奴才当年伺候先太上皇时，曾见过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，是太上皇从冷宫带出的，说是救命之约。那位无名先生当年在冷宫救了先皇一命，留下此玉，说若有一日叶家气数将尽，自会有人拿着此玉前来。皇帝的手指微微发抖，他盯着我，眸子里震惊、怀疑、渴望在疯狂交锋，开口问道：你是那位先生？你眼睛比你祖宗还好使，不过你祖宗见到我的时候，我可比现在年轻多了。皇帝喉结滚动一下，眼中情绪翻涌。这一刻他很想问很多，问我是不是神仙，问我为什么现在才来，问我能不能救他这一招一代。但他最终压下了这些话，只问了一句最关键的：你能做到多少？我能做到的很有限，我不能把天从天上拽下来，也不能替你砍掉那群黑甲军所有人的头。我现在能做的是帮你给叶家的这条线留下一点点活口，帮你给叶家这个概念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条路。皇帝沉默了，他握着剑的手渐渐放松，忽然苦笑一声，开口说道：朕本不信天，今日被天雷追着劈，朕更不信。但今天你出现在这里，朕宁愿信你便是天给朕的最后一条路。朕宁愿信你便是天给朕的最后一条路。我不是天给你的，我是给天天赌的。这话一出口，屋里几个人脸都白了。老太监直接吓得软在地上，皇帝却突然笑了，那笑里有一种近乎解脱的畅快，开口说道：朕信你，就如同当年太上皇在你为他接生时那样信你。接生这种事还是别往外说，
我这好不容易攒起来一点仙风道骨，都被你一句话毁了。笑声在素德堂短暂绽放，又很快被外面的惨叫声冲淡。我收了笑容，认真起来，开口说道：“陛下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你带着一部分叶家血脉撤离皇城，从此不问天下事，去一个偏僻的地方苟着，活成一个普通士族；要么你留在这里，继续做那条问天之龙，跟天道死磕。”看你能否在天道脚下咬下一块肉。撤离能走多少人？不到1成，走不了太多。天剑司已经封住了外城所有出口和主要通道，而且天道的清洗程序已经标记了你们这一整片区域。只要你们还带着叶氏皇族这层身份，走到哪儿都是高危目标。所以，如果选择撤离，我得帮你们做一件事。从因果层面，把叶氏皇族这几个字暂时从你们后人的身上抹掉，把你们的身份洗成普通人。那叶家传承不会断，只是不会再以皇族的方式存在，你们会在民间以各种姓氏散开，在故事、书籍、传说里活着，这就是第1条路。第2条呢？继续当皇帝，继续用叶这个姓，继续在这块土地上与天道博弈。你或许会死，你孩子也可能会死，你的孙子重孙也不一定有好下场，但你们这条线会成为这个世界对抗天道的一个旗帜，哪怕旗帜最后被火烧了，旗杆被折断了，烧焦的布条掉进泥里，还有人会捡起来。记住上面写的是叶。屋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皇帝脸上。孙悟空在我怀里憋得难受，在心里小声说：“师傅，他肯定选当皇帝，因为你刚才夸他。”我差点笑出声，猴子这观察力也是没谁了。皇帝沉默许久，终于缓缓开口：“顾先生，如果你是朕，你会怎么选？”我会选第1条，因为我怕死啊。我这人一向爱惜自己的小命，风头不能抢，该躲就躲，该装就装。若非这次天道把刀架我脖子上，该躲就躲，该装就装。若非这次天道把刀架我脖子上，我现在估计还在东海某个岛上叫猴子打棍子。师傅，我棍子都学得很好了。别插嘴。所以我不适合选第2条，因为我心不够黑，命不够硬，也不够疯。但你刚才问天那一嗓子，决定了你没办法再选第1条，你就是那条被扔进锅里的龙，要么把锅掀了，要么把自己煮熟。皇帝听着忽然笑了，那笑里有一种早料到如此的豁然，缓缓开口：“顾先生，朕今日能活着看到你是朕的幸，朕既无力保全叶家所有血脉，那就让朕做叶家的最后一个皇帝，也做这个世界里第1个敢与天道正面较劲的堂弟。先生，我选第2条。”屋里所有人大气不敢出，老太监伏在地上，肩膀微微抽动，不知是哭还是笑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：“那好，你选第2条，我替你把第1条收拾好。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既然你要在台前与天道死磕，总得有人在幕后帮你把后路偷偷铺好。你以为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听你喊2嗓子？皇帝愣了愣，随即露出一点苦笑，开口说道：“那朕便把叶家后人托付给先生了。”放心，我收学生收后人从来不太认真，你这一拖也只是多往我身上绑几根线而已，反正我身上已经绑满了。天上的雷光忽然一紧，仿佛察觉到了某种违规操作，天道的清洗程序开始调整参数。护国大阵外，天剑司的黑甲队长们纷纷抬头，感到一股隐隐的压迫。警告：宿主刚才施展因果局部切割，已被天道检测到异常。天道危险评估由高危提升为极高危，是否开启长生者的抉择1主线任务？终于来了，我看了一眼浮现在视野里的任务提示。主线任务：长生者的抉择1，选项 A， 暂避锋芒，退出当前世界因果，隐藏至少300年。效果：宿主直接追杀概率下降60%，但与宿主相关的因果线被清洗概率大幅提升。选项 B， 介入当前世界因果，协助变量团体完成觉醒，构筑局部因果防火墙。效果：宿主短期处于高度危险中，但可开辟暂时安全区。效果：宿主短期处于高度危险中，但可开辟暂时安全区，为后续发展提供基础。当前变量团体检测：1. 叶氏黄泉线2，读书会3，德魔宗4，炼气宗5，请选择。系统，你这就是赤裸裸的逼我当反派头啊！我看着这2个选项，心里骂了一句娘。选项 A 是最符合我本性的一条，躲起来苟300年，以我的寿命不算什么。等300年后天道清洗完这些破事儿，再出来给后世小孩讲故事。可我目光扫过屋里众人，又想起那些过往的人，与宿主相关因果线被清洗概率大幅提升，这行字扎眼得很。我在心里问系统，如果我选 A， 你会不会把任务改成长生者的抉择2，再逼我一次？不会，你选 A， 一切因果后果由宿主自行承担。
本系统只负责提供寿命和技能，你可以活到宇宙终结，只是那时候可能只剩你一个存活样本。你很诚实。本系统不会对宿主撒谎。那好，起点已经踏出来了，再怎么绕圈子，路也不会走回去。我选 B。确认。确认。选项 B 已锁定。目标以当前世界为实验场。目标以当前世界为实验场，联合变量团体构建局部因果防火墙，减少天道清洗效率。奖励解锁因果之道入门篇。风险宿主被标记为优先抹杀对象。你这破系统，奖励都不加点肉，给我解锁个入门篇。宿主请理性看待，在天道体系内，敢正面干涉因果的存在不超过3位，入门已经是高配。也对，之前我删一删，把因果长河断掉，那是彻底意义上的乱砍。现在要做的是在乱砍之上，学会怎么精准下刀。陛下要开始了。朕听先生调遣。别说这么重的话，我又不是你祖宗，调遣不起你，最多就是当个狗头军师。皇城之上的雷云开始压得更低，天道在调整参数。护国大阵外，天监司的指挥官们收到神谕般的指示，开始调整军阵，把黑甲军从包围状态中撤出一个缺口，对准叶家皇宫东偏殿，那里是读书会的秘密分部。我心里冷笑，果然，天道这次清洗不只是针对叶家皇权，还顺便想把读书会、德魔宗这些因果变量一锅端。不只是针对叶家皇权，还顺便想把读书会、德魔宗这些因果变量一锅端。顾先生，你说的那些变量团体，朕曾在先帝密档里见过。读书会、德魔宗、炼气宗，还有世代供奉的太师祖，朕能帮你做什么？帮自己，你先得帮你自己站稳，否则你今天死了，我这边刚搭出来的防火墙还没建起来就塌了。你叶家的兵呢？内城还有2万禁军，外城3万城防兵，但天监司黑甲军是老兵精锐，还有天道神谕加持。我的兵上去就是送死。送死又如何？你当得起皇帝2个字？皇帝是给人当，不是给自己当的。你要当世人的遮风挡雨，身前的人就只能当伞骨。皇帝眼中闪过不甘与痛，最终咬牙点头，一声怒喝：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内城禁军全部出城对战黑甲军，任何退缩斩，家属安抚，朕与他们同生共死。侍卫们抬头，眼里有惧怕、犹豫，也有燃起的战意。肃德堂内外氛围瞬间改变。很好，你如果今天坐在皇宫里让士兵替你挡着，我也懒得帮你。既然你愿意往前站，我就把伞撑大一点。朕有一事相求。既然你愿意往前站，我就把伞撑大一点。朕有一事相求。若朕死于今日之乱，还请先生把朕的名字从天道的清洗名单上划掉。你放心，你这一嗓子问天，已经从被清洗提升到被记录。这种人，天道抹不干净，他抹掉你的肉身寿命，也抹不掉你的故事。我会在书里、画里、人心里把你写下去，这是我能给你最大的因果防火墙。朕谢先生。皇帝深深地看着我，放下剑，双手抱拳向我行礼。夜市皇宫上空雷云翻滚，黑甲军列阵，城内居民呼号。而在更高处，在凡人看不见的层面，一条条细小的因果线正在改变方向。读书会的一个分舵主在城南某个角落，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无名先生的信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：凡欲自救者，今日起皆为一体。德魔宗的一位长老在魔域边缘看着天边那异常的雷云，摸着胡须叹了口气，终究是要走到这一步了吗？炼气宗的老祖宗站在宗门后山内口涌燃炉前，感受到炉火中多了一丝奇怪的波动，那是我在断界之地接收到的世界日志碎片的一缕风光，被我分给了他们一份。抬头望向天空，太师祖，你终于要开始动手了。太师祖，你终于要开始动手了。诸多势力蠢蠢欲动，世界像被长期压制的机器，齿轮开始反向转动。我站在肃德堂门口，握着破扇子，看着雷云轻笑：来吧，你不是要清洗变量吗？那我就帮这些变量，先搭一座小小的棚子，看你天道的雨有多大。在某个看不见的高处，一道金色的眼神冷冷俯视着这一切。天道之眼，他看见了那道从皇宫顶上挥出的扇影，看见了那条被人用山尖划出的灰色细线。他没有情绪，没有怒火，只有不断计算的冷静。危险因子将权评估等级上调，当前行为局部干扰清洗程序，构建变量聚集区，建议优先抹杀。与此同时，在更高更远的一层，一个看不清脸的存在似乎看着这一幕，轻轻笑了一声。又有一个持扇者开始搭棚子了。天道这孩子还是不长记性。实验继续，他伸手在虚空中轻轻一点，长生系统在我的意识深处微不可察地震了一下，新的小小提示悄然浮现：因果之道入门进度1%，解锁被动微观因果事件。
宿主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部分因果线走向。终于，我眯起眼睛，看着头顶那密密麻麻的线，开始上真正的高级课了。孙悟空在我怀里悄悄抬头，看着我脸上那一瞬间露出的光。他不太懂什么是天道，什么是因果，只隐约觉得从今天起，他这位总爱苟着的师傅似乎迈出了一个不太好收回的步子，而这个世界也将因为这一闪慢慢变得不太一样。